你可是呈了一张纸条给我家主人。哼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丫头竟然还有这样的心计呢。告诉你，你很幸运，我家主人已经答应见你了。跟我走吧。我们来了已经有些时候了，也不知道家中病人如何了，我们先回去看看吧。来青衣的哪一个不是卑躬屈膝、战战兢兢的？这臭丫头竟然如此不识好歹！哼，只要出了这个门啊，你就别奢望我家主人会再出手医治，你可想好了。冷管家，很期待与你再次相见。哼，不识好歹的臭丫头，有种出了这门就别哭着求着进来。行了，别紧张，我们就在这儿等冷药师。等冷药师？亏苏姑娘说得出来，冷药师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？哼，更何况还要他亲自出来。据说冷药师已经10年不曾踏出这片庄园半步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就这样被浪费掉了。既然那半张上古丹方已落到他手中，以他的眼光，那么苏洛又何必再担忧对方不识货呢？主人啊，那臭丫头太不识好歹了，小的奉您的命令去请，谁知她竟然站起来转身就走，真是可恶至极啊！你说什么？那臭丫头还说您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见也罢，简直没将您放在眼里啊！真是可恶！一定是你这臭奴才傲慢无礼，怠慢了她。哼，若是那姑娘不见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竟然让他家主人弃炼制了749天的丹药于不顾，直接就跑掉了。嘿嘿，这位姑娘请留步啊！我家主人亲自来了，您看，生机丹方。苏洛之前将那生机丹方一共分为了3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已在冷药师的手中，他递出的是第2部分。我想请冷药师去救一个人，不知道冷药师可否一步？那最后的方子，说是能治好病人，那最后的方子自然双手奉上。不过，如果冷药师没有把握的话，那就当我没说过这番话吧。行，老夫跟你去救人。冷药师果然是识货之人，不像有些人。哼，回来再收拾你。赶紧的，快上车，还等什么？南宫流云，等我，我一定会让人治好你的。马车之上，冷药师不断地询问苏洛，试图从他口中得知关于上古丹方的信息，但是苏洛却总能避重就轻地转移话题。常年沉浸在炼药当中的冷药师如何是苏洛的对手呢？最终也只能败下阵来。快，给我们主子看看。冷药师，怎样？严重吗？5脏6腑几乎已位，内脏频频出血，经脉紊乱，在体内四处游走，经络窒息，无法畅通，想上上不去，想下下不来，不觉得严重吗？竟然如此严重。冷药师的话和林峰之前的话相互印证，天衣无缝。原来林峰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，南宫流云竟然真的为了我强行收工，又强行压制进阶，以至于原本就受损的身子更加严重，而我竟然狠狠地给了他一拳，在他羸弱不堪的身上雪上加霜，以至于到了现如今这般田地。你说要如何才能治好？要治好他呀，很难，非常难。您说？需要晶石，大量的绿阶晶石，当然能在绿阶以上的则更好了。3天之内，你们可能办到。绿阶晶石，或者以上？是，必须绿阶晶石，否则难以疏通脉络。就算以后治好了，晋王殿下也只能停留在6阶，往后漫长的岁月中，再如何修炼都无法进阶半寸。到哪里去找绿阶晶石啊？而且还需要大量，确实很难。绿阶晶石是什么？竟然有人没听说过绿阶晶石？怎么，不知道很奇怪吗？众所周知，
要想快速提升修为有2种方式，一种呢是潜心修炼，还有一种是吸收晶石修炼。而第一种人往往是没有晶石，所以必须靠自己修炼。可见对于修炼者来说，晶石非常重要。还有这种事，也难怪了。以前的我是传说中的废柴，自然对修炼之道一无所知。晶石根据品质，据说又分为7种，跟天赋灵力一样，分为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7种。但是大陆上的晶石极少，而且大多数都是赤、橙、黄3种，绿阶的极少。至于后面的青、蓝、紫3种，则更是稀少无比。所以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绿阶晶石，是极难的一件事了。以皇族的实力，大内库料里应该有。哎呀，但是这里距离帝都极远，就算是坐龙鳞马时间上也来不及呀。这什么晶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别说让我找，我就是见也不曾见过呀。我去找。凌风拿着晋王的令牌去了城里守备处，将仓库翻了个底儿掉，几乎将郡守大人急出毛病，这才凑够了3颗绿阶晶石。赤、橙、黄3色晶石倒是不少，但是呢，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修炼之宝，但对于南宫流云这种6阶高手来说，已经是没什么用处了。凌风紧接着又跑到了佣兵工会，发布了收购绿阶晶石的任务，1颗绿阶晶石可兑换10万金币，这样的兑换比例可算极高，所以整个城里都热闹起来，无数的人开始传递消息。最后凌风压着1车的石头回到了庄园内。苏洛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凌风抬着一筐足足有1000斤重的石头，步履匆匆地来了。快，每个人1筐原石，若有人切出绿阶晶石来，奖励1万两金币。凌风豪气十足，一声令下，顿时庄园内下属都沸腾了。人不为财死，天诛地灭。这些石头，我怎么觉得这些黑乎乎的石头这么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到过呢？这些就是出晶石的原石。原石非常奇怪，再强大的武者也不可能一眼看到原石的内里。这些原石里面有的只是石头，有的会切出赤色晶石，有的会切出橙色晶石，还有黄色晶石和绿色晶石。没有切出来之前，谁也说不准。这些就是晶石的原石？是，都是从附近的晶石矿区里专门捡表现最好的拉来，只是想要切出绿色晶石很难。但是如凌风和冷药师所言，绿色的晶石真的非常稀少，上万颗橙色晶石也未必出得了1颗绿色晶石啊。这批原石全都是质量和表现最好的，但是经过了1个下午的切块，总共切出500块赤色晶石，100块橙色晶石，5块黄色晶石。至于绿阶的嘛，连影子都没见到。再去拉一批籽料过来，我就不信1颗绿色晶石都找不到。到底要多少颗绿色晶石才足够啊？总要给个范围吧。多多益善，但最少也要50颗绿色晶石。50颗？凌风翻遍了整座郡城，到现在手里才不过3颗绿色晶石，冷药师一开口就要50颗，这难度也太大了吧。其实也不一定要绿色晶石嘛，如果有青色晶石的话10颗就够了，蓝色晶石的话2颗就够了，如果有紫色晶石，别说1颗了，就是一点点碎末，里面蕴含的灵力那也够了。苏洛抑郁了。绿色晶石都那么难得了，更何况几乎整块大陆都以稀少著称的青色、蓝色和紫色晶石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哎，我怎么忘记了？我的空间中就有几十颗黑乎乎的原石啊！等等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苏洛只觉得眼前一道绿光闪过，这种熟悉的绿色他在不久之前也见过。这一定不是真的！凌风疯了似的，全城搜索要找绿色晶石，结果小灵宠竟然当绿色晶石是零食给吞了。
他随手拨出来的竟然是绿色晶石。运气这东西真他娘的太重要了，这就是人品呐！哼，打劫了！要命的话，赶紧将吞下去的东西乖乖吐出来。哎呀，好吧，那颗就当是你的工钱了，但是其余的这些可不许再偷吃了。哎呦，你这败家子儿啊！那不是瓜子豆子，而是绿色晶石，好不好？林峰可是挂出来10万金币换1颗的绿色晶石啊！苏洛一把将他拎在了怀里，让他盘腿坐在自己面前。看着面前那成堆的原石，苏洛想试一试自己的手气，于是千挑万选选中其中一块递给了小朦胧。这娃能动手处理的速度比切割机快多了，免费的劳动力不用，那就是浪费资源，可耻啊！小朦胧很有作为免费劳动力的自觉，他接过了那块香瓜般大小的原石，忽然他转头用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苏洛，似乎有一些不明白苏洛为什么会挑这块。哎呀，乖了，这一块肯定能出绿色晶石的。好了，快别磨蹭了，就跟你掰橘子似的，掰开就行了。好吧。黄色。来，乖哦，小爪子争气点，包个绿色晶石出来。小朦胧接到原石，他忽然又抬起了他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，眼底清澈水波将苏洛的人影倒映出来。他不解地看看原石，又看看苏洛。这孩子在纠结什么呢？快包啊！快！小朦胧像看白痴一样的眼光瞥着苏洛，低头毅然决然地开始拨那块苏洛挑出的原石了。嘿，我就不信了，自己的运气会越来越差。来，将这块给包了。这一次，小朦胧依旧用那黝黑的大眼睛看着苏洛，只是这一次他眼中同情之色更是明显着苏洛差点就能看出来了。结果拨出来一看，苏洛几乎要跪了。我今天这算是什么鸟屎运呢？简直是厄运附体啊！结果竟然一次比一次差。苏洛选的第一块原石好歹拨出了黄色，第二块橙色，这第三块嘛，赤色。苏洛心里想着，如果我再选一块，会不会直接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？为什么我挑选半天都挑不到一块绿色晶石，但是小朦胧随便一抓就是一颗，而且还是这么大颗，这真的很让人嫉妒，有木有？不过能找到就好。哎，快，再帮主人找几颗出来。这到底是什么运气啊？刚才小朦胧那双疑惑又不忍的眼神中，分明带了同情。他那是在同情我呀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他在拿起原石的时候就知道了里面有没有晶石，而且是什么颜色的晶石，所以他才用不解、不忍又同情的眼神看我。乖，给主人我找一颗青色的原石出来，好不好？青色啊，这里面的就是青色晶石啊！行，那就剥开来看看吧。青色的，竟然真的是青色的！于是基于他小黑手的缘故，苏洛连碰都不敢再碰原石了。他让小朦胧将所有的原石都拨出来，毕竟他的速度比切割机好用多了，不用就浪费了。也不知道小朦胧的爪子是什么材质的，大概跟他的牙齿是一个类型吧。所以说龙族天生是有优势的，即使它外形变成了小狗，那牙齿爪子也是非常人能比的。就在苏洛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小朦胧已经将所有的原石都解了出来。因为这一批是紫火老人洞穴里扒出来的，所以原石出晶石的概率非常高，大约有30多块石头，除了一开始被小朦胧当成零食吃掉的，被苏洛小黑手摸过的几块，其余竟然都出了。其中黄色晶石10块，绿色晶石5块，就连青色晶石都有3块，最后竟然还拨出了一块蓝色晶石，这概率简直要逆天了。
苏洛强烈怀疑当年紫火老人是否和小朦胧一样，能够一眼看穿原石里面的情况。现场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，大家都沉浸在切割石头的热情当中，就连徐管家都亲自下场切了。但是他的运气显然不好，徐管家见苏洛来了，不免长吁短叹：哎呀，这一下午晶石倒是解出来几颗，但是绿色晶石的毛边都没见着，凌风都急得快发疯了。竟然一颗都没有！这一下午金币如流水般洒出去，竟然一颗绿色晶石都没找到。该说凌风的运气太差，还是绿色晶石真的举世难寻呢？原石没有切出绿色晶石，但是佣兵会那边却是有了消息。凌风花了20万金币才将那2块绿色晶石买到手。花费所有的人力物力，这才不过5块。冷药师的要求可是50块，这怎么够呢？就连零头都不够啊！然而他要通过什么方式将晶石拿出来呢？却又能干净地将自己摘出去呢？这是个难题。哎，凌风不是在佣兵工会发布了任务吗？那我是不是可以将晶石放到佣兵工会去？到时候我可是能得到好大一笔金币呢。不过再仔细的一推敲，不行。先不说佣兵工会若是将它泄露出去该如何说，单说这几百万金币他就运不走。虽然有空间吧，但是空间也不是万能的，现在里面已经很是拥挤了，根本放不下。那我要如何将晶石送给凌风呢？给，拿去吧。什么？干嘛给我一袋子？苏大小姐，我现在没空跟你玩。啥？他发布任务10万金币也不过买1颗，现在却将整袋子往外扔？真不要？哎呀，别闹了，有空就去佣兵工会转转，说不定可以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买回来绿色晶石。凌风啊凌风，你说你主子怎么就养了你这样的蠢货，送上门的不要，非要掏巨资买。哎，姑娘，我真不是故意要赚你们家殿下银子，实在是你这孩子太不识抬举了。佣兵工会？哦，对了，你发布的那个收购绿色晶石的任务还算数吗？10万金币1颗绿色晶石的任务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南宫流元，要怪就怪你养了一只笨蛋下属吧。自然，绝对算数。只要你可以拿出绿色晶石来，等额的金币绝对双手奉上。你能拿出来1颗吗？若是你能，我凌风往后做牛做马，给你当奴才。6阶实力的凌风收来当奴才，好主意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哦。行啊，谁反悔谁是小狗。哎呀，瞧瞧，好漂亮的绿色晶石啊！有人竟然说不要。真的？竟然真的是绿色晶石？是吧？你自己都承认了吧？哎呀，我说凌风奴才，现在该给主人我端茶倒水了吗？就1颗吗？还有没有啊？哪里捡到的？怎么可能？这只普通的棉布袋子里，怎么可能会装了价值连城的晶石？不只是绿色晶石，竟然还有青色晶石。不，那一抹湛蓝色，不会是蓝色晶石吧？这都是哪儿来的？不就几颗破石头吗？瞧你，都激动成什么样了？破石头？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可知道，这里的晶石加起来足以买下一座城池了？你可知道，殿下为了找寻1颗蓝色晶石，花费了怎样的人力物力，却依旧不得？你竟然说它是破石头？你可知道，就这么1颗蓝色晶石，足以引起许多门派打战了？你可知道？哎，停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唯一知道的是，如果你再这么大声嚷嚷，这些晶石就未必保得住了。1颗蓝色晶石，相当于是25颗绿色晶石，3颗青色晶石，相当于15颗绿色晶石，另外还有5颗绿色晶石。这也太巧了吧！加上我手中花费巨资买来的5颗，竟然正好就是50颗绿色晶石。
哎呦，好消息，大好消息！佣兵工会传来消息，说是有位顾客手中握有不少的绿色晶石，但是价格要比你之前给出的翻上1倍。这也算好消息。只要能救殿下，金币不是问题。之前1颗不卖，现在还坐地起价了。徐管家，去将那任务撤。这……放心吧，绿色晶石已经找全了。房内，冷药师看到那一大袋子晶石，早已经心惊不已了。当他看到那散发出湛蓝色光芒的蓝色晶石的时候，一双眼睛几乎要被吸进去，久久拔不出来。这真是蓝色晶石啊！他这辈子只从旁人手中看到过1回而已，却连摸的资格都没有。瞬间他激动了，兴奋了，他觉得来这一趟简直太值了。那蓝色晶石散发出浓郁的天地灵气，纯净剔透，似乎灵魂都要被洗涤干净的感觉。蓝色晶石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竟然真的能够在短短1天时间内收集到这么多晶石啊！而且里边竟然还有举世难求的蓝色晶石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冷药师，蓝色晶石能代替绿色晶石吗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有问题，当然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苏洛和凌风都急了。当然有问题了，这么好的1颗蓝色晶石放进去啊，到时候炼制出来的融化丹药效那几乎是翻倍的。老夫这辈子还没得到过这么好的材料，这次一定要炼制出1颗举世无双的融化丹来。这老家伙说话还真够让人心惊肉跳的。那您还不快去炼制？好，老夫这就去。他被困在高级炼药师这么多年，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个契机，而现在契机就摆在眼前，他又岂会放弃？就算现在苏洛不让他炼制，他也会哭着喊着求着让他炼制呢。慢着，不怕你稀罕，就怕你不稀罕。要是您老人家不稀罕，我又能拿什么资本来跟您谈条件呢？冷药师，那可是我的晶石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仿佛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是东苍国有史以来第1位被施以腰斩酷刑的女子。斩！住手！把他们拉住！我现在忽然改变主意了，那块蓝色晶石我要自己留着。不行，蓝色晶石不能还你。凭什么呀？那是我的，再说我有用处啊。这颗蓝色晶石对我以后的修为提升可有帮助了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苏洛才不会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呢。对方可是冷艳冷药师，整个帝国唯3的高级炼药师，不敲诈点真货出来，他好意思说自己见过冷药师吗？提升修为用丹药也可以，你要什么丹药老夫都可以换给你。不用换了，老夫直接给你。说吧，你要哪些丹药？那您觉得哪些丹药能匹配得上这颗蓝色晶石呢？您觉得您应该为这颗蓝色晶石付出怎样的代价呢？您这么大方的高级炼药师，应该不会占小辈的便宜的哦。不愧是靖王殿下看中的女人，简直跟她一样腹黑奸诈狡猾。但是凌风还是不如苏洛了解冷药师，在冷药师直白的世界里，这颗蓝色晶石可是决定他能否晋级超级炼药师的存在。对于他这种药痴来说，根本无法用金钱或者是丹药比拟的。更何况对于冷药师来说，他别的东西或许没有，但是丹药却是最多的。要不老夫炼制的所有丹药都分给你一半。在冷药师看来，他已经占了苏洛很大便宜了，毕竟当年那颗蓝色晶石他只有远见的资格，而现在呢，这颗蓝色晶石就揣在他怀里。所有丹药的一半？
即便是苏洛都被震得有一些回不过神来了。不愧是冷药师出手，果然是大手笔，果然是败家子儿啊！一半呢？一半不行的话，那2/3，老夫将这些年炼制出来的丹药中2/3都给你，如何？那，好吧，既然是冷药师开口，怎么都要给您面子的，那就这样说定了。他才不会告诉冷药师，其实他本来就想敲诈一点迷药、毒药、春药之类的药丸，可谁让冷药师这么诚实呢？他要是不趁机敲他一笔，他都觉得对不起天赐良机啊。经过了3日的炼制，冷药师亲自捧着精致的小锦盒过来。老夫这么多年来的珍藏几乎都在这里了，快拿去吧。多年的珍藏一时间全赠出去，冷药师还有些舍不得，但是看他的神情却非常愉悦，莫非这老头竟真成超级炼药师了？苏洛一问，冷药师得意地摸了下巴的几根山羊须，乐呵呵地直笑。这就是您所谓的2/3？这么少？苏洛有点傻眼了。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呢？2/3啊？怎么着也要以箱来论的吧？就这么一小盒子？你这丫头，你以为老夫炼制的是什么呀？啊，是那些下三滥的迷药、毒药、春药吗？老夫炼制的都是独门秘方。看到老夫府邸门口跪着的那些人了吗？这里的每一颗都能让他们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你。你这不识好歹的丫头，竟然还敢嫌弃！可是我要那些心干嘛呀？我府里乱七八糟一堆事儿，乌漆八黑一堆人，我要迷药、毒药、春药，自卫去的呀。你不要这些丹药，那你要什么？苏洛很诚实地将心里话说了出来，结果呢，冷药师怒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几乎要吃人的架势，气呼呼地说道：老夫岂会炼制那些初级炼药师才会炼制的下三滥的药？你也太看不起老夫了！你可知道，这里的每一颗丹药都可以换回1车你想要的药丸？原来这里的每一颗药丸都能换1车的迷药，我果然是不识货。将这瓶药剂给他喂下去，将他衣服解开。不愧是资质绝佳的纪王殿下，即便是昏迷之中，单靠着自己的经脉流转，依旧能够晋级到7阶。这就晋级到7阶了？不好！他原本洁白如玉的肌肤竟然爬满了黑色雾气，雾气越来越多，几乎将他整个人都笼罩进去。刹那之间，光华冲天，撕裂黑雾，漫天星辰之光洒落下来，在南宫流云周身呈弧形朝四面扩散。地面剧烈震动，似乎从远古传来猛烈低吼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觉醒。光华冲天而出，朝着四周围射去，带着黑暗毁灭的力量，似乎能吞噬一切。几乎整个庄园的人都晕过去了，但是此时南宫流云却是毅然盘腿而起，面如秋月，朗若星辰，双手交合在胸前，做着一个非常诡异的手势。四周围化为一片废墟，然而这片废墟的中央，南宫流云盘腿而坐，全身笼罩着神秘的黑暗气息，高深莫测，神秘诡谲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在南宫流云身后显出虚影？那50颗绿色晶石究竟刺激了南宫流云什么？南宫流云的血脉，他真的仅仅只是帝国的皇子殿下那么简单吗？与此同时，黑暗森林落霞峰山顶之上，一位须发洁白看不出年纪的老者盘膝而坐，沉浸在修炼顿悟当中。他倏然间睁开了眼睛，炯亮的眸光望向东方某个地方。他看了许久，最后眉头微皱，
千年前的预言，莫非竟是真的？黑暗祸乱，天道难测，竟连老夫都看不清了。唉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能看着殿下倒下去都不扶一下呀？快给殿下看看！哎，快点，快给殿下仔细瞧瞧！秀才遇到兵，有理也说不清啊！这种武人只会用蛮力说谎。怎么回事？奇怪呀，奇怪的很呢。不该是这样的呀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呢？不该是哪样？现在又变成什么样了？靖王殿下身上力量满溢的几乎要喷薄出来，不该如此虚弱才是。那有什么问题吗？暂时没有问题，至于以后，老夫也说不好。冷药师神色复杂地盯着南宫流云，一双眼睛金光闪闪，似乎很想将他抛开研究一下。但是好歹他还算认清事实，知道眼前之人不是旁人，而是那独一无二的晋王殿下，所以他只能叹气地将蠢蠢欲动的想法压住，连提都不敢提。这里的情况还得你出门处理一下。这么大的动静，郡守大人不可能不知道，他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派军过来的。确实如此，如今殿下还虚弱得很，没必要见那些外人。不愧是南宫流云，好大的手笔，好奢侈的享受啊！殿下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哎，不对，要是别的地方还好，但这里是哪里呀？温泉池啊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不对劲呢！哎，林峰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好歹林峰得留下吧，不然……苏四小姐，请问殿下之所以来这落日山脉，是不是因为你？殿下是不是因为你在强行收攻，让伤势更严重的？殿下原本的伤势已经控制住，是不是你一拳过去，将殿下打得吐血？这事实确实如此，但是刚才在殿下晕倒之际，留在他身边的你，苏四小姐，是不是连扶都没有扶殿下一下？我又不是不服，只是被南宫流云身后的虚影刺激得回不过神，好不好？怎么听林峰这么一抱怨，就连我都觉得自己十恶不赦的，就该立即推下18层地狱。而南宫流云就是那舍己为人的高大形象。就在苏洛纠结的时候，林峰望着他的眼底闪过了一抹同情，他又默默地望了一眼状似虚弱无害的自家殿下，嘴角抽了抽，镇定地转身出去。喂，不是吧？他滚进温泉池里去了。南宫流云什么时候竟变得这么重啊？潜在水底的苏洛拖着南宫流云欲往上浮，但却悲哀地发现，此时他竟然重逾1000斤，任凭他如何用力地扯，也分毫不动。而且更让人心惊的是，他在水底憋气憋得脸色发紫，似乎下一刻就要窒息而去了。哎，这个男人，这好好的怎么就滚进去了呢？苏洛心中那叫一个郁闷。哎，今天怎么尽出邪门事儿啊？先是南宫流云身后的诡异虚影，再是好好的庄园被毁成碎渣，然后是这具重逾1000斤的身体。哎呀，真是处处透着诡异呀！苏洛虽然憋屈的要死，但是想想，最终他还是闭上眼睛，恶狠狠地主动送上香唇。南宫流云，他竟然没晕！我那么关心他，为了救他，主动帮他渡气，他竟然骗我！只是良心被狗吃了，好心没好报，恩将仇报。哎呀，我的洛丫头还真不好骗呢。洛丫头，就这么想逃离本王啊？明明是他作弄我，为什么搞得我好像才是十恶不赦的那一个？乖，过来。本王觉得睡了好久好久，
还以为永远都醒不过来了呢，以为永远都见不到洛丫头了呢。你就不想看看本王醒过来的样子吗？拜托，你是传说中睥睨天下的晋王殿下好不好？堂堂的7阶强者好不好？怎么可以这么软绵绵的求我？怎么可以无耻的对我卖萌？他怎么可以这样捉弄我？晋王殿下好兴致啊，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很好玩是吧？若是不然，洛丫头可会理会本王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我早该想到，林峰怎么会那么八卦，非逼得我留下来照顾南宫流云。如果不是有南宫流云的命令，他怎敢？他岂敢？哎呀，太聪明的丫头不可爱呢。洛丫头，帮本王沐浴可好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本姑娘可爱过？还可爱，帮她沐浴？要不要拿刀帮她搓澡啊？亏她有脸说。果然在她之前的破败的庄园里的时候，她就醒了。她故意示弱来骗我。这样就可爱多了吗？嘴硬心软的丫头，你瞧，你的身体可不会说谎，都对本王投怀送抱了呢。这个南宫流云，乖洛洛，你在气什么呢？难道本王有说错吗？放开我！是你自己投怀送抱的，不放。别动手动脚的，啊？那本王动口总行吧？别以为我不敢动手，本姑娘既然能打得你吐血，也不会不敢下这手。好可爱的洛丫头，本王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怎么办呢？再也舍不得放手了呢。住手！该死，我怎么忘记了？这个男人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他之前能逼着我拿匕首刺他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。可恨我竟然忘记了，竟然傻傻的拿匕首威胁他，真是该死！这个该死的男人！若南宫流云没有进阶到7阶，那么这支羽箭，他要么用身体去挡，要么让苏洛死，只有这2种选择。敌方这是在逼南宫流云做选择，选择自己的命，还是选择救一个废柴女草包？很显然，对方算准了南宫流云最爱惜的是自己的性命。很显然，对方是要苏洛睁眼看清楚南宫流云对他的残酷。但是事实却让他皱眉了，因为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身负重伤的南宫流云晋级到了7阶。喜欢本王吻你吗？啊，温泉池里什么时候竟多了一些粉末？而且看材质，竟然是玄铁所制，而且依稀还能看得出它的原型是剑矢。本王的身子，你还满意吗？转移话题，与我何干？洛丫头在生什么气呢？本王给你做主。简直虚伪！他明知道对方是冲着我来的，却还在我面前弄虚作假，试图混淆视听。真当我是傻子吗？真当我看不到剑矢是冲我而来吗？真当我是什么都不明白的废柴草包吗？他在保护谁？他在维护谁？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南宫流云，我现在不会追究，因为我还没有那个能力。但是你也别欺人太甚。我的洛丫头啊，怎么就不能稍稍笨一些啊？哎，洛洛，你相信我吗？他对瑶池仙子那般宠溺，是真的爱她，还是有别的隐情？想让我信你，继续努力吧。本姑娘的信任
是谁都会给的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本王绝对会努力的。你啊，就等着吧。发生了刚才那件事之后，我的洛丫头没有一口回绝，给彼此留有余地，这就极好，极好了。晋王殿下行事诡辩莫测，他出手相助是情分，不出手是本分。就算拿到陛下面前，也是这样的理。算了，你回府就好，往后在家好好待着，少出去惹事儿。断臂之后，还能奢望将她嫁入皇室吗？这个女儿也不中用了。在府中，没有了前途的柳若华过着平日里被他欺负的那些个庶妹般的生活，这样的日子让他犹如万虫啃咬，食不知味。他原本就难平的心越发涌动。苏洛，我没有好日子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要下地狱，大家一起下吧。当日柳若华就约了苏西，想当面告诉他苏洛与晋王殿下的事儿，但是苏西因为学院里面的事被派去历练，所以来到酒楼的人是苏婉，苏家三小姐。苏婉，你们家苏洛回来没有？上次明明是他伤了我，结果父亲大人也不为我做主，竟然罚我和他一起关禁闭。若不是这几日我表现好，难保不会关满3个月。哼，柳小姐这话问的当真好笑。我家四妹妹因为行为不端，被父亲大人罚了闭门思过，没3、5个月是不可能出来的，又哪里来的回来没有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苏洛真的被苏大将军关禁闭了？哎，快说呀！苏洛真的被苏大将军关禁闭了？这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而且已经有1月之久了。此人莫不是疯魔了吧？平日里柳若华高贵优雅，尊贵至极，但这次见面，她怎么就变化那么大，有种从云端跌落泥堆的感觉呢？苏洛，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怎么回事啊？你倒是说啊！苏洛根本就不在你们府里闭门思过，他去落日山脉了。不可能，苏洛天生废物，他怎么可能会去落日山脉？你肯定认错人了。是真的，那人绝对是苏洛，我绝对没有认错。他是和晋王殿下一起去的，这一点绝对不会有错。不可能，他根本不认识晋王殿下，怎么可能会跟晋王殿下一起去？而且晋王殿下是什么人呢？他怎么可能会跟苏洛一起？你将天上的仙哲和地上的烂泥巴拉到一起，相提并论，是何居心的你？简直太荒谬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信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苏洛就是和晋王殿下去了落日山脉，而且，哼，你真以为他是废材吗？这个扮猪吃老虎的臭丫头，大家都被他骗了。但因为晋王殿下又扯出了瑶池仙子，所以柳若华知道分寸，没有乱说。你确定你在落日山脉见到的那个人就是苏洛？不会搞错？绝对不会，他的手腕上曾经被我伤过，伤疤都还在呢。而且晋王殿下明明白白地喊他洛丫头，他自己也承认了，他就是苏洛，所以绝对不会有错。晋王殿下，那个贱丫头，虽然被退婚，却引起太子的注意，现在又被传和晋王殿下搭上关系。好，很好，看来我要送苏洛一份厚礼了。而且你们家的四小姐还得罪了瑶池仙子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若是瑶池宫不肯罢休，你们苏府就等着覆灭吧。瑶池仙子，苏洛竟会得罪那不食人间烟火、神仙般的仙子？
瑶池仙子和靖王殿下是一对神仙眷侣，苏洛横插一杠。如果是你，难道你不怯？如若是真的，那苏洛真是死定了。瑶池宫那堪比帝国般的存在，他竟然敢得罪。很好，非常感谢你告知我这个消息。如果有后续，我自会告知你。如若是真的，这次一定要让父亲大人将他逐出家门。苏洛啊苏洛，喜欢本小姐送你的礼物吗？苏大将军要是知道你偷偷溜出去，又得罪了瑶池宫的瑶池仙子，嘿嘿。苏洛一走就是1个月呀，了无音信呐。绿萝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他有的时候会偷偷的猜想自家小姐是不是偷着就跑了。大将军不是说要小姐禁闭3个月吗？怎么这么快？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要是被发现小姐不在院内，到时候……既然是被关禁闭，就证明了他们必须要在里边的。那么到底要不要开门呢？哎呀，到底开还是不开啊？因为随着敲门声越来越久，里面久久没有回应，这让苏婉原本半信半疑的心，现在已信了8成了。敲门，大力的砸，就算砸坏了，自有本小姐担着。以苏洛最近的性格来看，他也不是好欺负的，但是门被敲碎了，他都没有出来，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根本就不在。绿萝丫头，你在怕什么呢？本小姐长得有那么恐怖吗？没有，三小姐长得貌美如花，天下少有，绝对是美人中的美人。三小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不走啊？哼，既然如此，你怎么连看都不敢看本小姐呢？莫非你做了什么亏心事？三小姐真爱开玩笑，奴婢会做什么亏心事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哼，没有吗？那么你家小姐呢？她也没做亏心事。哎呀，三小姐这次莫不是有备而来？她这话分明就是挑事儿啊！三小姐自然也没有。叫你家小姐出来吧，我们姐妹俩叙叙旧。叫你家小姐出来吧，我们姐妹俩叙叙旧。说不定她哄得本小姐开心了，本小姐大发慈悲，与父亲大人说说，就放你们出来了呢。要是我家小姐能出来，早就出来了，何必看你三小姐在这耀武扬威的？哎呦，小姐啊小姐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往后就没机会出来了，也没机会看到我绿萝丫头了。我死定了，今日说不定就会被杖毙了。好，很好，苏洛这小贱人竟然真的不在。好，很好。苏洛在被关禁闭之际，竟然敢翘家出走，这项罪名就足以将他扫地出门。如此一对应，柳若华的话倒是有8分可信。那么再加上他得罪瑶池仙子的罪名，哼，苏洛啊苏洛，等你回来之后，就等着父亲大人绑你去瑶池宫谢罪吧。父亲大人，四妹真的不见了，听说丢脸都丢到外面去了，咱们却什么都不知道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父亲大人，是真的，苏洛那小……父亲大人，您以为四妹妹依旧被关禁闭，却不知她早已翘家出走，听说在外面乱来，将瑶池仙子都得罪了呢。苏洛竟然得罪了瑶池仙子，这话从何说来？不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呢。若是真无此事，旁人为何会如此传他？此话当真？自然是真。父亲大人，女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早先也是不相信的，但是女儿为了家族安危和声誉，特地去了四妹妹的院子，女儿可以保证四妹妹真的不在。既如此，便去瞧瞧吧。
因为牵扯到瑶池宫，苏子安的心中很有一些不安。瑶池宫在整个帝国那简直就是超然一般的存在，因为瑶池宫的那位常年闭关的前任公主大人，那可是10阶强者，放眼整个世界，10阶强者屈指可数的。若是苏洛真的敢得罪瑶池仙子，那么苏子安的第一选择绝对是将苏洛绑起来，亲自押送到瑶池宫去，将他送还给对方，任由瑶池宫处置。他非但不会难过，还会鼓掌称好。父亲，进去吧，四妹妹真的不在里面。四小姐呢？还在屋内？在，小姐在屋里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四妹妹明明就不在屋内，你这贱丫头，竟然还敢信口雌黄，不想活了！小姐真的在屋里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小姐这些日子一步都没有出过院门，在内室抄写《金刚经》给老爷祈福呢。三小姐怎可如此污蔑四小姐？父亲大人，四妹妹在不在，又岂能听信一个丫头的话？所谓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们进去看一看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三小姐，按理说做奴婢的不能说您什么，但是奴婢还是斗胆替四小姐问一句，三小姐您这是何居心啊？你这臭丫头在说什么？竟然敢这么对主子说话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三小姐，方才您撬门进来，将院子的门都给毁了，现在又带着老爷气势汹汹的过来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四小姐到底得罪了您什么？你要这样对她？你这丫头简直是在胡说八道！哼，难道这丫头以为拖延时间，苏洛就会回来？别做梦了！三小姐，四小姐已经很可怜了，您为什么还要血口喷人，横加污蔑呢？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您放过四小姐好不好？果然是四妹妹教出来的丫头，一样的蛮横粗俗无礼。说本小姐横加污蔑，哼，利落丫头，若是你家小姐真在屋里，本小姐给她磕头倒茶赔罪。真是见鬼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苏洛她怎么会在？这几日你都不曾出去。爹爹不是下令将女儿禁足吗？女儿又能上哪儿去啊？此时的苏婉陷入到两难的境地，私心里她是相信柳若华的，因为她没有必要欺骗自己，而且她之前也不知道苏洛被禁足，所以她的话还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的。但是事实上她又不得不怀疑，之前在院子里找不到苏洛，是不是她和柳若华布局来陷害她，让她自己跳入陷阱当中呢？所以此时的苏婉神色变幻不定，忽明忽暗，一时难以下定了决心。苏子安原本还想这个女儿会出来救场，却是没想到苏婉竟然这么没用。你真没出去？女儿这些日子一直在抄《金刚经》，每一页都花费无数心血，就算能出门，女儿也没时间呢。那瑶池仙子呢？你真的不曾得罪过她？瑶池仙子，她到帝都来了吗？哎呀，好可惜哦，女儿一直被关在屋子里，一步都走不出去，不然还可以偷偷跑去见一见呢。听说瑶池仙子可美了呢。瑶池仙子远在落霞峰，与这里相距10万8千里，苏洛又岂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跑到她面前，还得罪她？真是荒谬。看着一叠的《金刚经》，没有1-2个月的功夫，哪里抄写得出来？瞧这丫头都有些瘦了呢。我也真是糊涂了，竟然听信苏婉的一面之言，就怒气冲冲地找来逼问苏洛。苏洛明明连瑶池仙子的面都没见过，又谈何得罪于她？再说了，这个苏婉最近这段日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看来让她提早出院子是个错误的决定。
既如此，父亲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。女儿实话实说，将这消息告诉女儿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柳丞相家的三小姐柳若华，是她亲口告诉女儿，她在落日山脉碰到过四妹妹。柳若华，原来你还没死呢。回到京城之后，竟然还敢说三道四，看来上次没弄死你，真是太便宜你了。哼，荒谬！别人不知道，难道你还不清楚你妹妹的废材体质？这样的谎话也说得出来，看来那丫鬟说得很对，你就是故意针对你四妹妹。三姐姐，你为何要如此针对于我呢？这样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若是说我得罪瑶池仙子，那你去将瑶池仙子请来呀，你问问她，我苏洛究竟有没有得罪她？啊不，你该问问瑶池仙子，她到底见没见过我苏洛？瑶池仙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谁知道她现在在何处？那既然瑶池仙子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，先不说我被禁足，只说以前的地位和资质，又哪里会见到她？又如何会得罪得了她呢？是啊，既然瑶池仙子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，那么以苏洛的资质和地位，他如何见得到瑶池仙子呀？又如何得罪得了他？你自然见不到，但是有晋王殿下在，自然见得到瑶池仙子。怎么又扯上晋王殿下了？爹爹，你问他是不是和晋王殿下一起去落日山脉了？苏洛，你别想抵赖，柳若华可是什么都看见了。虽然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是若果真如此的话，晋王殿下，三姐姐，父亲大人，晋王殿下是什么人呢？那是九重天上的谪仙，高贵无比，世人只看一眼都觉得亵渎。你们觉得他会看上我这样的草包废柴？可能晋王殿下忽然心情好呢。好吧，晋王殿下心情好，就当是这样。那么请问我又如何在1个月的时间来回这里跟落日山脉之间呢？这晋王殿下可是有龙鳞马的，龙鳞马是行千里，10日之间来回一趟也不在话下。既然三姐姐说到龙鳞马，父亲大人，想必你也听说过龙鳞马，您觉得以龙鳞马那样的神兽，除了晋王殿下之外，还会允许旁人坐骑吗？听说当初太子殿下想乘坐一下，都被颠下马车差点出事。您觉得您的女儿何德何能，可以乘坐龙鳞马？是气运比太子还尊贵，还是武功比太子还高，还是旁的？连太子瑶池仙子都不能碰一下的龙鳞马，怎么可能会让苏洛乘坐？既然乘坐龙鳞马的假设不存在，那么苏洛到过落日山脉的事儿自然也是假的。那么由此可见，说谎的人是苏婉，而不是苏洛。回院子好好反省反省，省得一天到晚出来无中生有，惹是生非。我确实不知道，也想象不出你是如何来回于家里和日落山脉之间，但是柳若华所说的话我信。三姐姐，您可真健忘啊，这就想走了？怎么还想留三姐姐我陪你吃晚膳？我都预备放过苏洛这一次了，她竟然还不满意。那倒不必，只是方才依稀听三姐姐说，若是我苏洛在这里的话，就下跪端茶倒水。哼，你听错了，根本没这回事儿。苏婉，你以为这一关就这么好过吗？你觉得我苏洛就是这么好欺负吗？凭什么每次受责骂的都是我？上次苏洛将我揍成那样，结果父亲最后只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将他禁足，我也跟着倒霉。这次也是，明明苏洛就是翘家出走，在外面逍遥了大半个月，结果回来非但没被责备，父亲反而责怪我。从什么时候起，苏洛竟然步步抢先，事事都争我一头了？这绝对不可以！苏洛这件事必须要彻查清楚，必须要将他逐出家门，否则往后我在这府里还有什么地位？
连你这个贱人都敢欺负我，气死我了！苏婉这是什么表情？你耍我呢吧？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回家告黑状去了吗？你最好说实话，苏洛到底有没有去落日山脉？哈，这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千真万确啊！拿你的性命发誓。好，就拿我的性命发誓，在落日山脉，我柳若华确确实实看到苏洛和靖王殿下一起，此事千真万确，若有一丝虚假，则让我遭受五雷轰顶，天打雷劈。可是落日山脉离这里隔着千山万水，苏洛又是怎样来回在这之间的？什么？苏洛竟然真的回来了？是啊，方才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在。哼，竟然真的回来了。果然，我的预感没有错。当初在我们的追杀下，苏洛没有死，那么后来的那次，他也没那么容易就被杀死。你想想，苏洛到底是怎么迅速来回的？啊，难道是靖王殿下的龙鳞马？绝对不可能。据说龙鳞马连瑶池仙子都不认可，又怎么可能会认可苏洛？要知道，他可是连1阶武者的实力都没有的废材草包。哼，你们全都被苏洛骗过去了。是不是天赋为0的废材草包我不知道，但是苏洛身手迅捷利落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当初刘维明出其不备的暗杀都被他躲过去，你觉得他真的是废材吗？你说什么？苏洛竟然连刘维明的刺杀都躲过去？刘维明当初可是有3、4阶的实力，他全力一击，苏洛竟然能躲过去，这怎么可能？不过如果这假设成立的话……忽然苏婉想起了当日在荷花水渠边上那莫名其妙的一脚，当日那一脚将他踹进水渠当中，连带着苏西也一起掉进去，最后又突然失火，引来了太子等一群人。这分明就是人为的，环环相扣，严丝合缝，这绝对是人为的，否则的话再巧也不会这么巧。难道这一切都是苏洛干的？如果苏洛真的在隐藏实力，那么还真有可能是他做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苏洛活得滋滋润润的，我们这么憋屈受气？哈，有了。什么？此事虽然能重创苏洛，但是有损阴德，我怕你不敢做。哼，有损阴德又如何？他苏洛做的哪件事不损阴德了？说。那好，富尔过来。这会不会太……哼，妇人之仁，若是你连这都不敢做，那仇你也别想报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苏洛，你不仁我不义，既然你如此对我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小姐，这次真是太惊险了，您来的简直太及时了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皇后，您还是不要再出去吧，奴婢这心现在还扑通扑通的狂跳。哎呀，就你胆小。小姐，放心吧，你家小姐我暂时还不会出门。暂时不会出门，也就是说以后……自从那次昏迷苏醒后，小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变得活泼开朗，自信满满，而且非常的有主意。不过这样更好，以往的我们总是被人欺负，但是现在却总能反欺负回去。是你吗，瑶池仙子？追杀之仇，一次又一次，我苏洛永生不忘。假以时日，我必将100倍奉还。最近苏洛发现空间另有一处奇妙之处，这一发现简直让他欣喜若狂。原来在他睡觉的时候，灵魂自动进入空间后就可以练功修炼。他尝试着修炼神龙大人丢给他的那卷大虚空手印，虽然只有短短7日，但效果喜人。大虚空手印顾名思义分为3重境界，分别是大、虚和空。
大是指结出手印越来越大，大到无边无际；虚呢，则是指虚影。到了第二重境界之后，手印化为虚影，伤人于无形。空，则是指重力空间。到第三重境界之后，手印化大化虚，凝成一方重力空间，在这方空间当中，他便是主宰。苏洛躺在床上正在酣睡，不过他灵魂早已跑到空间中修炼大虚空手印去了。自从凝聚出那小蝌蚪一般大小的虚空手印之后，苏洛就有种感觉，他似乎已经踏入了1阶武者的境界了，而且距离第2阶似乎也并不遥远。苏大将军府里竟然还有这样破败的房子啊！墙垣破破烂烂的，似乎风一吹就倒。最奇葩的是，竟然不是院门，我连翻墙都不用，直接就走进去了。这里真的是苏四小姐的闺房？不过有什么关系？只要干完这一票，就有1000枚的金币可以拿了。迷魂香，竟然对我用了价值100金的迷魂香，还真是看得起我呢。迷魂香只有炼药师才能炼制，重者浑身酥软，而且迷魂香中含有强烈迷幻春药成分，中了之后情欲陡升，非常猛烈，必须发生关系后才能解去此药。趁他病要他命啊！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苏洛也没有开门，自空间中掏出一根小小的如同香火般粗细的小管，迅速地将这根管子戳进窗户纸，朝着那黑衣人猛然吹过去。黑衣人的迷魂香不过是初级炼药师所制，而苏洛这根迷魂香是他缠着冷药师亲手给他弄的，无色无味，而且药效奇强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深更半夜来我的房间，意欲何为呀？苏洛一看，顿时心中大喜，他没想到这小黑点竟然如此神奇，看着小小的，威力可一点也不小，而且来无影去无踪，神出鬼没，变幻莫测，简直是敌人防不胜防啊！我不会杀你，但是呢，让你吃点东西。你看，这是断肠丹，这是五毒散，这是子午追心丹，这是